现在 AI 音乐生成的工具越来越多，像 Udio、Google 也有推出自己的平台，但今天要介绍的是 Suno。Suno 目前算是这类工具里面功能最完整，也最多人在用的一个。不管是生成歌曲、改词、延长，还是分离音轨，基本上在平台里面就能一条龙完成，不太需要跳来跳去。而且它对自媒体创作者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，付费方案有商业授权，生成的音乐可以直接用在你的影片上。这个影片的音乐就是我使用 Suno 去做的。不用懂音乐制作，只要写出适合的提示词，就可以生成各种类型的音乐，中文歌、英文歌、J-Pop、K-Pop， 或是舒缓心情的纯配乐，都能制作出来。今天这支影片就带大家从头走一遍 Suno 的界面，让你看完之后知道哪个功能在哪，什么时候用。在介绍功能之前，先讲一个很多人会担心的问题：版权。免费方案做出来的歌只能个人用，不能拿来盈利。如果你有商业化的打算，像是要放在 YouTube 影片或是上架串流平台，就需要订阅付费方案。付费方案订阅期间做的歌可以用在任何盈利用途， Suno 不会抽成。不过要注意一遍，之后才升级付费，没办法拿到之前免费做的歌的授权。所以如果有商用打算，一开始就订阅好。像 Epidemic Sound 那种平台，订阅到期之后授权就没了，没办法享有永久商用权。无订阅状态放在影片里的歌可能会收到版权警告。至于更详细的版权说明，后面还会讲到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订阅方案的差异。点进订阅页面往下滑，就可以看到每个方案的差异。免费的话，每天有50点，大概可以生成10首歌，换算下来大概1首歌5点，隔天会自动补满。Pro 每个月2500点，大概500首。Premiere 每个月10000点，大概2000首。但这个几首歌只是换算出来的概念，因为 Suno 实际上是用点数去计算的。举个例子，一般生成一次会扣10点，因为它一次会给你2首歌。如果你后来想把歌拉长，或是重新编曲，这些操作也都会继续扣点数。所以点数的消耗取决于你用了哪些功能，不是单看生成多少首歌。价格的部分 ，Pro 月缴$10 ，Premiere $30。延展的话换算下来会便宜一点。不过 AI 工具这一块变化很快，说不定过个几个月，别的平台会出更强的功能，可以先观察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重头戏，教你怎么生成一首歌。首先呢，我们进到 Create 页面，现在一进来会看到 Simple、Advanced 和 Sounds 3个选项。简单说一下差异。Simple 是只要输入一段 prompt，AI 就会自动帮你把歌词跟编曲都写好，做出一首完整的歌。Advanced 是进阶模式，如果你想自己填歌词，细部调整风格，就会用到这个。Sounds 则不是拿来做完整歌曲的，是专门用来生成音效的模式。这次示范我们直接切到 Advanced 模式，来看看怎么设定歌词跟风格。我们先滑动到下方面板，可以在 More Options 这边看到 Write、Prompt、Instrumental 3种模式。Write 模式是你直接把写好的完整歌词贴进去，或是请 Suno 内建的 AI 功能先帮你建立歌词草稿。Prompt 模式不是让你填实际的歌词内容，而是填一段描述，让 AI 根据你描述的类型或情境生成歌词。Instrumental 模式为让生成出没有人声的纯音乐。我们在网络上常听到的纯钢琴背景音乐或是 Lo-Fi 音乐，就可以用这个模式生成。通常为了能够制作出满意的歌词，我会使用 Write 模式。首先点击右上角的展开图示，把它切成全萤幕编辑器来写，这样会比较好操作。歌词的部分，你可以先用其他 AI 帮忙填好词，比如说想要中文歌还是日文歌，想要什么样的心情，先跟其他 AI 讨论好再贴过来。
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有 idea， 也可以直接用 Suno 自己内建的智慧型歌曲生成器，让它自动帮你写一版歌词出来，然后它会自动侦测你打字用的语言，譬如你是用中文打字，说想要一首悲伤的歌，就算你没指定语言，它预设也会生成简体中文歌词。想要日文歌的话，可以直接打我想要一首失恋的日文歌，它就会帮你切换成日文。你也可以加一些故事元素进去，譬如说我暗恋上朋友喜欢的人这种设定，它就会照着这个去写。还有一个一定要讲的重点，要记得跟他说你希望这首歌大概几分钟，譬如我希望这首歌要3分钟，不然他常常会写得很短，可能只生成出1分多钟的量。如果真的还是太短，也可以之后用 Extend 功能把歌曲拉长，不过这样会额外消耗点数。旁边还会有一些建议提示，可以让你把歌词再多加一点什么，譬如 Make the guilt toward my friend hit harder 这种，跟他讲你想要哪个段落变得怎么样，他就会照着改。另外，它偶尔会出现一些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内容，生成完最好自己检查一下。如果生成出来的东西不满意，可以先把不要的部分删掉，改成你希望的方向。再往下是 Styles 区块，一样是文字输入框，描述你要的风格关键词。这边有个功能 Personalize Style Prompt to Match Your Taste， 是根据你之前生成过、按赞喜欢的歌，自动帮你生成一段符合你个人品味的风格描述。这里还有一些歌曲风格标签，可以让你点击添加进去。但如果你对他推荐的这些风格标签不满意，可以按旁边这个循环箭头，重新换一批建议标签，让你参考点选。那这边顺便提醒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如果你是请其他 AI 帮你写这个风格提示词的话，可以顺便请他把中文翻译也一起给你看，因为里面搞不好会夹杂一些你其实没有很想要的元素。先看过翻译跟解析，比较不会生成出来才发现这不是我要的。点开 More Options， 最上面会看到刚刚提到的 Write、Prompt、Instrumental 切换分页，上面还有 Exclude Styles， 可以写你不想要的风格关键字。Vocal Gender， 男生女生选择。Weirdness 数值低的话，输出会比较稳定可预期。调高的话，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编曲转折。主歌副歌想要稳就调低，桥段想要有点突破感可以调高。Style Influence 是控制 AI 有多严格跟着你的描述走，感觉 AI 一直跑调就调高，觉得太死板就调低。再往下滑，可以帮歌曲先取名字。调整好之后，旁边就是 Create 按钮，按下去开始生成。一次会直接生成2首，没办法只生成1首来省点数。2首歌詞会一样，但编曲跟旋律会不同。生成完先听听看2首的差异。あなたがカップを置いたそれだけで友達が笑ったテーブルの隅のシミ私だけが見てた选好比较满意的歌曲版本之后，点击右边的3个点，找到 Download。选单这边除了 MP3、Wave， 还有 Got Stems Video， 这3个选项都需要 Pro 方案才能下载。这边可以下载的 Video 指的就是刚刚示范曲的画面，会有简单的歌词流动效果。点 Get Stems 会打开 Extract Stems and MIDI 视窗，3个模式 Auto Split。自动分成最多12条音轨，一次扣50点。这个功能因为要扣的点数比较多，这边直接放我之前用旧版界面测试过的画面给大家参考一下。Split from Mix， 自己选一个乐器或人声，会拿到2轨，你选的那个跟除了它以外的全部。想单纯去人声流伴奏，选 Lead Vocal， 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纯伴奏音档，加上一个纯人声音档。这个模式1轨10点，2轨依次共扣20点。Advanced Split Premiere 专属，近100种乐器可选，用重新生成的方式做出更干净的版本。下载的时候可以选择档案格式 MP3 档案小，下载快，平常分享或上传社群平台适用。
WAV 档案大，音质高，要拿去其他软体混音或正式发布用这个。生成完之后，每一轨其实都会给你2个版本可以切换，跟一般生成歌曲一样，可以挑你比较满意的那个。2个版本都下载，也不会额外扣电。刚刚示范是直接切到 Advanced 模式操作，其实 Create 页面上面还有3个共用按钮 Audio、Voice、Inspo， 这次示范没有用到，这边也跟大家介绍一下。Audio 是拿自己已经录好的旋律去创作，点下去会有3个倾向 Browse、Upload、Record， 看你是要挑曲库的档案，上传新档案，还是直接录音。Voice 是新增的功能，可以直接用你自己的声音来唱歌。上传一段你的声音 ，Sono 会抓你的音色特征套用到生成的歌曲里。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，只要你上传声音建立这个 Voice 功能，就等于同意授权 Sono 拿这些声音资料去训练改良他们的 AI 模型。如果你比较在意隐私这块，用之前建议自己去看一下最新条款再决定。Inspo 是全新功能，你可以选一个歌单，只要里面有1首你自己做过的歌 ，Sono 就会抓那个氛围去生成1首全新的歌。另外还有一个 Sample 模式，这次也没示范到。这个模式很简单，只有一个 Sound Description 栏位，把你想要的歌曲风格、情境直接用一段话描述进去就好，适合想快速做1首歌，不想调那么多细节的时候用。如果今天完全没灵感，只是想随便创1首，右边这个骰子图示点下去，可以随机生成提示词 ，AI 会自己去判断歌词跟编曲。旁边还有个 Plus Lyrics 按钮，如果想指定自己的歌词，也可以点开来写。如果今天只想要做纯音乐，就点这个 Instrumental 开关。Create 页面的 Sounds 模式要付费方案才会出现，不是做完整歌曲，是做音效或环境音。可以先问其他 AI 帮忙想提示词，或自己用中文打。设定里 Type 分 One Shot 跟 Loop，BPM 填 Auto，Key 填 Any 就好，不用特别调。因为秒数短，实测1次只扣2点。实际试了温柔雨声等剪辑时会用的转场音效，结果生成出来是哗啦哗啦的大雨，或是声音太尖锐刺耳，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工作区里还有什么。回到刚刚做好的歌，点右边的3个点会打开总选单。除了刚刚讲过的 Download， 还有几个比较常用的。滑到 Remix 会展开子选单。Cover 官方定位是换风格、换感觉、保留旋律，不是拿来换歌词的功能。不过因为歌词栏位本来就能编辑，你也可以顺便换词，闪变同用法。Reuse Prompt直接沿用这首歌当初的 prompt， 会自动帮你把歌词跟风格栏位都贴好，方便拿同一组设定去做点变化。Mashup 先点选你想混音的其中1首歌，到右边选单选择 Remix， 再选 Mashup， 接着把另1首想混的歌拖移进来或选进来。跳出来的视窗会问你要用哪个歌词版本，用新放进来那首歌的歌词，保留原本这首歌的歌词，或是把两边的歌词融合在一起。大部分情况应该会想选融合看看，不想要的话可以删掉，或是直接贴上自己另外请 AI 写好的新歌词。按下去生成一样消耗10点，跟一般生成1首歌是相同的点数。Sample this song 点下去会进到波形画面，可以自己拖移选取想要的片段范围，挑一段你喜欢的范围当范本，以它为基础延伸做歌词做歌。下面歌词跟 style 都还是可以自己改动再重新生成。Use as inspiration Pro 专属，最多可以放4首歌进去，当做氛围基准参考。Sono 会照这些歌的感觉去调整生成方向。下面歌词 style 一样可以自己重写或尝试不同版本，生成一样是2首歌，扣10点。Extend 延长歌曲，接续原本的段落继续生成，按下去一样会消耗2首歌的点数。生成延续版本之后可以听看看，觉得 OK 的话再存成完整版。如果后半段它开始哼旋律不唱歌词了，可以再补一小段歌词进去让它继续唱。
Remaster 这个功能是针对音质本身做提升，让声音听起来更好、更精致，适合用在旋律跟歌词都很满意，但感觉音质有点刺耳的时候。Variation Strength 有3个选项 ：Subtle 只提升音质，变动最小；Normal 整体声音更丰富；High 是 AI 重新诠释，结果较不可控。想好可以按 Remaster 生成。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编辑整个乐曲的功能。我们进入选单，找到 Open in Editor， 这是 Pro 才能使用的功能，第一次载入会比较久。进去后，它会自动分好主歌、副歌、桥段这种色块。要改哪段，建议用左边歌词面板点选比较准，直接在波形上拖一选取，容易选不准。选好段落后，如果直接按 Replace， 会生成2个不同编曲、旋律的版本。你可以按左边的播放，听过后选择其中一个，点选 Insert 替换。如果这时候想要连歌词一起改，记得左侧点选 Replace Lyrics， 会多跳出 New Lyrics 栏位，让你贴新的歌词。建议不要把原本风格关键字整个删掉，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替换掉的乐段跟其他部分会有风格冲突，显得突兀不连贯。可以用 Exclude Styles 写不想要什么元素，或拿提示词去问其他 AI 讨论怎么调整。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些东西突然不能点选或修改，那是因为你进入了预览模式，可以按 ESC 跳出。如果你生成了很多的 Replace 乐段，可以到左上角的 My Edits 页面检视所有生成过的版本。编辑区里也能用 Extend 延长歌曲。这边有一个 Loop 功能，方便你循环乐曲。旁边的则是 Follow 功能，开启后播放时，时间轴会跟着音乐自动移动，画面看起来会有流动感。如果你要录画面展示自己的歌曲，开这个功能拍出来会比较好看。编辑区上方的 Get Stems 按钮跟前面讲的 Extract Stems and MIDI 是同一个功能。Edit in Studio 的按钮，这是 Premiere 才能用，这支影片先不深入介绍。特别提醒，做完所有编辑一定要按右上角 Save as New Song 存藏新歌，不然离开页面改的东西不会生效。来看一下左边的选单，账号设定这边点选会有一个隐藏选单，点进 Account 可以编辑名称、头贴，还有个人页面上显示的字卡。订阅状态要在这边查询，就可以看到你目前的订阅方案是月缴还是年缴，方案到期日，还有剩余点数。改版后点数不会主动显示在界面上，要自己到这边点选 Show Credits in App 才会显示在左侧，这样生成歌曲才可以知道还剩多少点数。首页会推荐一些别人的创作，可以来这边找灵感。判左可以搜寻特定歌曲、厉害的创作者、别人整理的播放清单，甚至照曲风分类，也能看热门排行或编辑精选。Create 就是前面介绍的所有功能入口。Studio 是 Suno 内建的进阶音乐编辑器，要 Premiere 方案才能完全使用。我没那么多钱，所以就没买了。Library 是你自己的歌曲库，所有生成过的歌都在这儿。右上角按 Liked 可以筛选出你按过赞的歌。生成的歌太多的时候，用这个方式找歌会方便很多。还可以看到你的工作区、播放清单、工作室专案、做过的声音跟封面艺术作品、Hoax 还有收听记录，内容其实蛮多的。Labs 是比较新的一块，放的是还在测试的功能，里面有曲风转盘，可以转轮盘随机探索各种曲风，还有 Suno Radio 24小时不间断即时生成电台。另外还有个 Listen and Rank， 让你听歌帮歌曲打分排名，完成还能赚点数。还有一个叫 Milo 1080的功能，官方说法是结合 MIDI 取样生成式音乐的16轨步进器跟合成器工具，走比较实验性好玩的路线。再来讲版权这块，付费方案最大的差异就是多了商业使用授权，订阅期间做的歌可以用在任何盈利用途，上架串流平台，放进影片或游戏，甚至售前贩售，Suno 不会从中抽成。
Pro 或 Premier 订阅期间做的歌，可以透过你选择的发行商上架，也可以放在 YouTube 或 TikTok 上，而且不需要特别标注是用 Suno 做的。有商业授权，不代表你可以直接去申请版权登记。以美国为例，如果歌词是你自己写的，你会被视为歌词的版权持有人，可以单独申请登记。但如果要登记 AI 生成的作品，目前是要达到重大人类贡献的标准。Suno 没办法保证你的歌会通过，各地规定不同。如果有正式申请的需求，建议咨询专业律师。这样大概就是 Suno 主要功能的完整介绍了。这支影片没办法每个细节都讲到，比较详细的操作说明跟之后功能更新的部分，我都会放在部落格文章里，欢迎大家去逛逛。如果有想看的功能解析，或是其他软体的使用教学，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说哦。我们下次见。